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的是我们店里的这一张91号的这个纸卡，它的成品呢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共有这一套呢，一共是做了2个配色，现在暂时有2个配色，一个是这样的淡绿色的，一个是这样的蓝灰色的这样的一个配色。可以看一下这个成品，它的正面这是一个紧凑型的多花型组合的一款发梳，然后背面是这样子的。无论是哪个配色，假如说后续还有别的配色呢，咱们都是用一个同色系的深中浅三种颜色来制作的。这个深中浅的颜色呢是相对的哈，比如说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个配色，深色、中色和浅色，就是这三个颜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花线，就是假如说没有买过我们家的这个材料包呢，第一次用。这个长花线呢，它的这个线头是夹在这个缩心的侧板里的，找的话就是对着光，这样一看就能发现，然后这样把它扯出来。有时候呢，它的那个线头留得非常的短，可以观察一下那种毛毛的地方。然后这个线它都是这样子的，这样千丝万缕的这样的非常细的这个绒线组成的一根。然后不同的颜色呢之间呢，可能就是松紧有一点差别，像这个有的线，有的个别的颜色呢，上面有一点点的工艺节，这个都没有关系。现在呢，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一款使用的纸卡，全部都已经升级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免裁剪、背面带有背胶的这样的纸卡，是每一片都裁剪成了一块一块的小片，然后装在这样的一个透明袋里。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纸卡，纸卡呢，它一面是白色的，然后一面是黄色的，黄色的这一面呢是带有背胶的一面，背胶就是对咱们新手来说比较友好的一个缠花的工具。揭开这个黄色的覆膜呢，背胶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就可以使用它来辅助固定我们的缠花线。如果缠的比较熟练的，如果你缠的比较熟练的，不需要使用到背胶呢，也可以就是直接去使用，不撕掉黄色的覆膜，这样去使用这个纸片。还有就是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呢，是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背面的这个纸片，它的尖端有一些位置是这样的，有翘角的情况，看一下会有一些翘角的情况。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裁切工艺造成的，这个呢不属于瑕疵。我们这个纸片有时候大家收到了之后呢，从袋子里拿出来，发现有的是空框，就是掉下去了，它自己脱落了，就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它自己脱落了。那么请大家在袋子里面就是找一下，有时候也可能夹在这个里面了。这种脱落的情况呢，它不是退货啊，或者是我们使用过的，就是给大家了，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现在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来分类一下这个纸卡。咱们可以先像我这样子，我们把纸卡全都在桌面上给它摆开，一张一张的给它摆开。掉页的呢，先放在一边。首先呢，请大家拿出这样的形状的纸卡，我让大家看背面，背面呢就会看得更明显一些。这样的形状的纸卡呢，一共有3张。这个呢叫做月牙形，3张呢是不同的尺寸，请大家用笔在这个白色的这一面的空白的地方呢，就是没有这个切片的地方呢，像我这样标一下，月牙形的小号、中号和大号，就是它的尺寸，小号、中号、大号指的是它的尺寸，像我这样的标一下。接下来呢，找出这样子的纸卡，2张，一共有2张，这样子的，这个呢叫做牙齿形的，就是这个形状是对应咱们前边那个彩色的图解的，能对得上的。这个是牙齿形的，还是用笔在这个空白的位置呢写一下牙齿形的小号和大号2个尺寸。找到之后呢，把它放在一边。接下来呢是这个形状。这个形状呢，一共也是2个尺寸，小号和大号，是小叶形和大叶形。最后呢，就是这样的2张，
这样的2张，它上边是有多个花型的。这个呢是备用的纸片，备用的也给它放在一边。最后就是咱们袋子里的吊叶，吊叶可以先不用去管它，放在一边，然后咱们不够了的话呢，可以比着用。使用的时候呢，直接这样子轻轻的给它抠下来就可以了。纸片它是每个纸片呢，它都有一点点，就是为了防止它掉叶，我们都是做了一点点连接这个框子的位置。咱们拿下来的时候呢，轻轻的这样扯一下就下来了。咱们前边视频成品的那一段呢，出现的那个需要裁剪的那个纸片呢，就是后续不再使用了，是没有的。咱们都是用这种的切片了。那么因为我们这一款蝉花，它里面3个尺寸的月牙，2个尺寸的牙齿形的花瓣，还有2个尺寸的叶子型的花瓣，缠法就是不同尺寸之间它们的缠法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挑选这3片，每片缠一下来讲解这个缠的方法。最简单的呢，这3种切片里面稍微简单一点的呢是这个叶子型的，咱们从叶子型的开始来缠。首先我们把这个叶子型的纸片给它抠一对下来，这样的一对呢是缠1片叶子要用到的切片。剪1根15厘米长的铜丝，这样子拉出来的一根叫做单股的缠花线。咱们缠的过程中呢，推荐大家用2股的缠花线，就是剪掉1根单股的，然后再去合并1根，这样子的合在一起的2股线是用来缠花瓣、缠叶子、缠杆子来使用的，叫做双股线，用这样的线来缠花。线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拿起铜丝，拿起右边的半片，背面呢是带有背胶的，如果需要使用背胶，可以把黄色的覆膜给它揭掉。揭的时候呢，大家不要用指甲直接在这个尖尖的位置抠，这样呢很容易抠坏纸卡。我们把纸卡垫在这个左手的大拇指上，右手往下轻轻一刮，右手往下刮，刮一下，它这个黄色的覆膜呢就揭开了，揭掉它。然后铜丝放在纸片的背面，这个胶呢它是有一点粘性的，就是可以辅助固定一下我们这个长花线，但是呢也不会就是像大家就是有时候想象的那样特别粘，那样呢会粘手，没有办法缠了，有一点点粘性。我们把线也交到这个左手上，压在这个纸片的背面，右手拉住缠花线，从前到后这样绕一下，搭在这个尖尖开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起头缠线了。这里呢，一定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的话呢，很容易就是把前边已经缠上去的线给它刮下来了。当这个线比较平直的绷在纸卡上的时候就可以了。像这样子形状的纸膜呢，咱们缠出来的这个线，它应该是那种微微的放射状的，就是这边呢，我们线是往右边右半部分呢，线是稍微往右边偏一点。左边呢，缠到现在已经过半了，缠到左边的时候呢，我们线的方向呢，应该是往左边偏一点点。调整线的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下边可以压一点前边的线，这样呢，上边外边缘呢缠到白色的纸卡上，这样呢就很容易调整它的方向了。好，右边的这个纸片已经完全缠完了，咱们在铜丝上往前缠2、3下，拿起左边的这半片，把背胶给它露出来，接着往后缠就可以了。
么缠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线随着我们缠的动作呢，它可能会有一点点扭转。咱们缠的时候可以就是往上缠之前呢，如果发现线扭的比较厉害，可以稍微的用这2根手指搓一下，轻轻的一转，它就又恢复一个扁平的状态了。这样往上缠，这样做的目的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减少线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扁线会比就是扭成麻花状的那种线呢更加不容易划线。另外呢，就是在缠的过程中，如果2股线分叉了，那么我们可以倒回去几步，这样倒回去几步缠，就是把它再往一起合一合，然后再往前缠。然后呢，有时候这种分叉的线呢，如果你继续往前缠两三步呢，其实也可以，最后它又会合到一起。那么我们缠这一片叶子呢，刚刚开头忘了就是强调，就是我们这一片叶子如果不想中途接线，就是不想中途线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就准备一根1.5米长的双股线就可以了，总长度1.5米长，就是一个不用去接线的长度。缠好之后，我们把右边的半片给它合下来，对齐合下来，2根铜丝这样捏到一起，用缠花线往下缠半厘米、1厘米都可以。打开这2根铜丝，缠花线呢给它夹进去，扭2下铜丝就可以固定线头了。这个地方头部呢轻轻的一捏，这样就一片叶子呢就缠好了。现在呢，咱们来缠这个月牙形的这个花瓣。这个月牙形的纸片呢，我们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里边的这一条路线呢短，外边的这一圈呢路线的长。那么我们缠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线的纹理呢也是整体是呈这种放射状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内圈叠线，然后往过缠，就可以缠成放射状的了。那么这个花瓣，这个我缠的是小号的，它比较小一点。缠花线呢，我是剪了大约1.2到1.4米的一个长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缠的这个切片的大小来决定缠花线的长度。铜丝是大概是10到15厘米一个长度，这根呢应该是一个15厘米的长度。那么咱们现在开始来缠这片花瓣。首先呢，如果要使用背胶，还是要记得把背面的这个黄色的覆膜给它揭掉。铜丝放在纸片的背面，铜丝从这个尖尖，从右边的这个尖尖露出来就可以了，露出来一点。然后后边的这个铜丝，后边呢也是在背面，后边先不用去管它，我们先把前面的尖尖捏好。缠花线压在背面，用左手压住。起头呢，还是跟刚刚缠叶子一样，右手拉住缠花线，从前到后这样子绕一下，绕在这个尖端的位置，就可以开始往前缠线了。那么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线的方向，调整线的方向，及时的调整线的方向。比如说，那么我想让这个缠花线下一步往这边偏一点，那么内圈可以看到我这一根压住前边的这个线，外圈呢缠到空白的纸卡上，这样呢它的方向就自然的变过来了。那么咱们在缠的过程中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内圈呢是可以叠线的。好，那么线呢又要往左偏了，内圈这个线压一下前面的线，外圈往纸卡上面压，这样呢就偏过来了，对吗？这个纸片呢，它内圈的路径呢比较短，外圈呢长，所以呢，我们改变它的方向，调整它的方向，
就要通过这种内圈叠线的方式，大家可以在缠的过程中自己去感受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缠的进度，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缠线的方向。大家缠完一片这个花瓣之后呢，大致就知道缠这样一片需要多长的缠花线了。然后我们后续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这个纸片呢就缠好了，我们用左手捏住这个线头的位置，右手去调整一下这个花瓣的形状，让它往自己的方向鼓，转过来，这样稍微的捏，轻轻一捏，下边2根铜丝就合到一起了。捏住这2根铜丝，用缠花线将下边的2根铜丝绑到一起，大约往下绑半厘米到1厘米的长度就可以了。这里呢不要绑得太长，绑得太长呢，这个杆子就会变得更粗，然后后续咱们绑花朵的时候呢，花朵的杆子就会更粗。剪掉线头，再调整一下这个花瓣，让它成一个这种圆圆的圆圈这样的形状。那么月牙形的呢，就是这样子来缠的。最后呢，我们来缠一下这个牙齿形的花瓣。这个花瓣呢，是我们这一款里最难的一款花瓣了。这款花瓣呢，它也比较大，我缠的还是一个小号的。它就是要用到比较多的缠花线。那么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性，就是为了避免接线一次性把这个缠花线剪得长长的，就是不推荐这样去做。因为咱们这个缠花线可以看，它是非常多的这样的细丝状的，很容易在地上或者是桌子上勾丝。那么呢，如果勾丝了的话，起毛了的话，会更加麻烦。所以呢，我们中途呢是要进行接线的。待会儿呢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接这个缠花线。还是先剪一节铜丝，大约也是一个15厘米的长度。纸片背面的背胶，我们要记得，如果要用，一定要给它先撕开，背胶才能露出来，这样我们才可以让它起到作用。铜丝放在纸片的背面，铜丝从右边的这个尖尖处露出来，大约2-3厘米长就可以了，3厘米长就可以了。缠花线也是压在背面。起头的这里呢都是一样的，右手拉住缠花线，在尖尖的位置这样从前到后一绕，垂直的搭在铜丝上，就可以开始往上缠线了。这个纸片呢，它的开口比刚才那个月牙形的要更窄一些，所以咱们缠的时候过来的时候，线可以往过让一下，这样呢就不会被这个尖尖刮住。线的纹理呢还是一样的道理，是放射状的去缠，内圈叠线。这个内圈呢就是更短一些，我们叠线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做内圈叠线，这样子才可以。如果缠得很熟练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一点的这个牙齿形的花瓣呢，也就是对咱们这个缠花线比较熟了之后，也可以小一点的这个牙齿形的花瓣呢，你也可以剪够长度来缠。那咱们大部分都是新手的话呢，对线不熟悉，所以呢就一定不能剪得太长。好，这里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接线。当你的线不够了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第一根线的线头压在背面，拿起准备好的第2根缠花线，可以提前准备。拿起准备好的第2根缠花线，线头跟刚刚起头的时候一样，压在背面，接着这个位置开始往前缠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是接好线了。接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背面，看一下背面对上了没有，因为有时候咱们从正面看，它这个位置对上了，背面呢还是有一条缝隙。背面对好了之后呢，咱们就继续可以往过缠了。内圈叠线，缠到左边之后，右边的这个小角有一点点碍事，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这样抬起来，这样咱们缠左边的时候呢就更轻松一点。好，这个位置一定要是内圈叠线，及时的改变咱们线的缠线的这个方向，才不容易划线。这个花瓣呢，它比较难，如果第一次缠不好呢，也没有关系，可以多尝试几次。好，这个纸片缠好了之后，咱们就是先不用特别着急的去把两个合到一起，在铜丝上再缠上几下，用这个指腹把咱们刚才抬起来的小角放下来，用这个指腹轻轻的调整一下花瓣，对合下边的两个铜丝。咱们对合铜丝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动作要轻柔一点。如果这个动作不轻柔的话呢，很可能就是把它扯划线了。如果想让这个花瓣呢，就是更舒展一点，咱们就可以就是往铜丝上面往下缠一点点，再对合。如果想让它就是包的紧凑一点呢，咱们就是再往上面的位置对合。固定住线头，花瓣呢就缠好了。接下来呢就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花瓣它的这个两个边边是要往外卷的。咱们可以像我这样，用这根手指抵在下边，上边用大拇指去压它，这样子呢，把它的这个形状给它翻出来。就是记得不要用手去搓动它，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呢也是已经缠完了。现在咱们来制作这个小浆果球，这样的一个珍珠浆果球。咱们把这个木珠先拿出来，然后剪一截铜丝。这个铜丝呢，要比咱们缠叶子花瓣的要稍微长一点。长一点的话呢，上下的空间会大一点。准备一根缠花线，这个缠浆果的缠花线呢，咱们要用4股的缠花线，就是抽一根缠花线，然后对折再对折。可以看一下，我这是一个4股的缠花线。然后把这个，就是把这一端找出来，就是有一个盲端的，然后咱们把这个铜丝对折了之后套过去做成一个引线，穿过这个木珠，穿过来好了，就不要再往前拉了。穿到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往前拉了，因为这个丝绒线哈，它是这种千丝万缕的一根根的小细丝。木珠呢，它的这个珠孔里面是没有抛光过的，会容易把它勾起毛。好，咱们把这个线这样子套着，这样就套好了。然后再把这个刚刚做引线的这个铜丝拿过来，这样子插过去，中间正好是把这个线放在这个2个铜丝的中间。然后咱们把上面打开一个洞，这样子上面打开一个洞，下面呢也给它打开。现在就可以来包这个浆果了。咱们拿着这个缠花线，这样子。每包一下呢，咱们用这个大拇指给它这个线给它压住。包这个珠子
就是包这个珠子呢，咱们就是中间不要去接线哈，剪这个长度，剪线的长度，可以1.2米，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就准备1.5米的线，就是说这个4股线的总长度哈，1.2米、1.5米的都可以，我觉得1.2米就够了。如果你不放心，就剪1.5米的，然后来反复的这样包裹这个珠子。每包一下呢，这个线都是从这个珠子的中间通过的，然后这些线呢是在这个中间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交叉的。记得用手指压住这个线。用木珠呢，木珠就是我比较喜欢用木珠嘛，因为木珠它的质量比较轻，然后呢孔呢又做的比较大，然后价格就是也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吧。虽然它内部的孔里面没有抛光，但是这个咱们这样制作呢是不影响的。而且木珠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木珠它的表面呢是有一点点粗糙的，就是不像别的珠子一样那么的光。然后咱们缠上这个线呢，它也会有一点点这个防滑的作用，就是感觉它比较好用。所以我们做浆果一直都用的是这个木珠。就是如果你萌新的话呢，就是没有做过，我感觉这个木珠可能对新手不是很友好。那这个铜丝，就是中间的这根铜丝呢，你可以就是剪的比我这个要再长一点，这样你上下的空间就大一点，就好操作一点。咱们这个线呢，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下都是从这个中间这样通过的。然后咱们新手如果缠这个浆果的话呢，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个两边的这个空呢，就是几乎是同步减小的。那如果你缠的时候发现，哎，我这个一边大一边小，出现了一边大，然后覆盖的还有一边覆盖的比较多了，然后另外一边空出来的还是比较大，这种情况这怎么办呢？这个没有关系哈，这个接着往过包就可以了，直到把它包完。一边缠的厚一点，一边缠的薄一点，这个也没有关系。等咱们做熟练了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两边就是基本上留的差不多了，让它同步减小，这样同时给它接上。好了，这个浆果呢，咱们把这个表面全都包好了之后，现在呢，我这个浆果已经包完了，把这个缠花线拿到下面来。现在剪一根铜丝，大概10几厘米长就可以了。然后从这个洞里穿过来，对折这个铜丝，先把它就是这样挂在这里，然后咱们把这个铜丝2根铜丝的腿往下抽。这个呢就是用来穿那个珍珠的。抽下来之后呢，这个缠花线绕一圈，用手拉住这个缠花线，咱们把这上面的这个刚插进来的这个2根铜丝这样分开，然后往上面穿这个小号的这个珍珠。我呢是一边穿了7颗。穿好一边之后呢，咱们把这一边的先
捏下来，用大拇指给它压住，然后咱们来穿另外一边的，也是7颗。这个珠子里面呢，有一些这样连在一起的，这样连在一起的咱们就先不用，因为一般都是够的。然后假如说最后不太够的话呢，这个连在一起的珠子，用剪刀这样给它一剪就可以了。好，这边也是7颗，这边穿好了，然后这边也给它合下来。这个两边都穿好了之后呢，咱们捏在下面，然后轻轻的拿着这个，给它稍微的扭一下，让它就是固定的紧一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用这个缠花线，就是缠珠子多出来的这个线，直接的给它把杆子缠好。最后呢，就是这个杆子要缠长一点哈，尽量缠长一点，然后把线头给它夹在这个铜丝里面就可以了。现在来做这个4瓣花。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下这个它的花心。咱们把这个材料里面的这个超小的这个金色的小珠子给找出来，然后剪一截铜丝。铜丝呢穿过这个金色的小珠子，把铜丝这样对折，然后在这个金色的小珠子的下方掐一下，然后咱们拿这个缠花线来把它缠一下。我用的是这个浅色的线来缠这个花心。这个就是捏的时候呢，就是捏完了之后，它这个金色的珠子还在上面动，这个没有关系哈。只要这个金色的小珠子在这个顶部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花心呢，咱们一朵花是一共要做5根，咱们缠到这个长度，大概1厘米多就可以了，缠5根这样的花心。然后把5根花心拿起来，把它这个头部对齐一下，把这5根花心呢给它缠到一起。咱们把这个准备好的花瓣拿出来，这个花瓣呢，先给它弄一下这个它的形状，轻轻的压在这个手指的指腹上，把它掰成这样子向外弯的一点点形状。就是掰的时候呢，就轻轻的掰，如果特别突然的一掰呢，可能就是会掰出那种比较生硬的这个纸卡的那种形状，就不太好看了。好了，现在呢，咱们来绑花。因为咱们这一款呢都是用就是叶子部分都是用棕色来缠的，所以咱们杆子呢也用棕色来缠。拿这个棕色的线来绑花，就是后面的杆子可以看一下。这个杆子和叶子的颜色呢用的是一个色系的线，用棕色的。把花心先拿出来，然后加上叶子，这个花心的高度呢和叶子这样对齐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样十字形的加上这个花瓣。然后咱们往下来缠它的杆子，杆子呢就尽量的往下缠，一直缠到铜丝的末端。缠的时候呢，缠杆子的时候，就是也是有要求的，尽量把它缠得光一点，好看一点。就是越是光滑的杆子呢，咱们做出来的成品，它的精致度就越高。
如果说就是嫌这个杆子粗，那咱们可以一边缠一边来修剪掉一部分的铜丝，把这些稍微短一点的铜丝呢，可以有的剪掉一部分，这样子呢，杆子就会细一点。因为最后咱们还要就是把这些小花朵啊全都绑到一起，可以不用让它太粗了。这个呢，线头还是夹在铜丝里，然后把它剪掉。这个花呢，咱们就做好了，然后就是把这个花心调整一下，它这个花心调整成这种散开的样子，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绑花，这个花朵呢，我已经绑了2朵，就是这个是最大号的这一朵绑好了，然后这个小花苞呢也绑好了，咱们来绑这一朵。绑花呢，这些花朵，这3个花朵都是3层的，所以绑法都一样。我们视频里面呢就绑1朵。给大家看一下，先把内层的这个3片拿出来。内层的3片呢，它围成一个像三角形一样的形状。这样包在一起的，然后基本上一样高，这样子调整一下。好，稍微固定一下就可以加第2层了。第2层的花瓣呢，咱们也是这样一片一片的给它包上去。上面这个玫瑰花瓣呢，这个上面有时候就是上面如果没有压这个小波浪和压了这个小波浪出来的效果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好，最后一片呢，这个第5片花瓣呢，它就要插到这个这一侧被它压住，就是一片压一片这样子往上加。然后咱们把它调整一下，调整的对称一点，这样一个球状的。好，固定一下，我们就可以加第3层了。现在可以来缠它的杆子了，把杆子还是跟刚才我做那个4瓣花一样，尽量的往下缠，缠光一点。好了，这个花朵呢就绑好了，我们最后可以开始来组装这个整体了。咱们绑花之前呢，可以先准备好几根这样的棕色的这个绑杆子用的缠绑的线，这样绑的过程中呢，咱们就不用换线。咱们从这个右边开始来绑，先来绑这个叶片，把第1片叶片拿出来。合适的位置给加上第二个叶片。
然后再加上第3个叶片。这一款呢是一个就是紧凑型的，比较紧凑型的一个款，基本上花朵、花苞啊什么的这些配件都是一个挨一个。拿一个，现在加上这个浆果，继续来绑它。绑的时候呢，还是尽量把这个杆子绑得好看一点。然后把这个小的这个玫瑰球拿过来，夹在这个位置。好，现在是4瓣花，把它杆子呢都稍微的调整一下。4瓣花呢就是夹在靠上面一点的这个位置，然后把它调整的紧凑一点，就是挨上，但是又没有遮住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是这朵花，杆子也是给它稍微调整一下，就夹在这个小玫瑰花苞的这个后面一点。然后这个位置呢，加这个深色线缠的这个花苞，让它的头露出来，这样子。然后线不够了呢，缠花线不够了呢，就直接往上接，拿一根新的往上缠。缠杆子的时候呢，要用点力气把它拉紧，这个线是没有弹性的，一定要把它拉紧。好，接下来这个位置呢，咱们加上这个最大的这个花朵。这里呢，加上一个4瓣花，就是注意要把它弄得紧凑一点。最后的2片叶子呢，和这个浆果也是给它绑在一起。咱们可以提前绑哈，我忘了跟大家在前面说一下，要提前把这个绑好。如果不提前绑的话呢，一个配件一个配件的往上加也可以，但是没有这个提前绑好的，这样就是拿着顺手一些。或者你像我这样绑到这里呢，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咱们来
把这个给绑好。尽量的往下缠，多缠一点。给它夹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一下这些杆子背面。把这些多的线头修剪掉，然后再继续缠，拉紧一点。这个如果不拉紧的话呢，后面线可能会松，松了的话就不好调整。好，缠到这里，缠到这里，咱们把这个给它弯过来，贴回这个杆子上面。这个地方呢，可以给它留一个洞，留一个孔，这样方便以后咱们那个加流苏。如果你有流苏的话，那种可拆卸的流苏就可以直接用了。线不够了，要接线。这个呢，缠好了之后呢，它是一个软簪。然后，如果你没有加主体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软簪。然后你加上主体，可以加上主体，加上主体之后可以当一个发梳用。然后咱们这个发梳，金属发梳呢，后续如果用久了，它氧化了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个可以直接把这个剪掉哈。它又是一个软簪，然后咱们又可以换其他的主体。做好了之后，如果你想把它当软簪用哈。咱们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胶拿出来，这个送的胶，然后帽后面有一个凸起啊，咱们把它顶开，顶开了之后呢，这个线头用涂抹一点胶，不要像我涂的这么多，涂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线头给它粘住，这胶干得很慢，咱们多等一下。然后用完的胶，如果还有一点胶水呢，咱们要记得盖上盖子。这个胶遇到空气，它就会氧化凝固。多等一点，等这个线头不再散开了，咱们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掉。如果说要加上这个主体用，那咱们这个材料里面也是有给主体的。如果想要加上主体用，咱们就直接可以不用这么着急的去粘这个胶哈，直接用这个左手拿住主体，还有这个花杆儿。右手直接把这个长花线缠好了，杆子的长花线呢，直接给往主体上面绕，这个发梳嘛，每一个空咱们都缠上几下。好，然后拉过来。缠这个前面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把这中间掰一点点空隙，这个没有关系，最后稍微掰一点，然后线能过去就可以了。缠上几下固定，我觉得缠2个位置就可以了，缠2个位置这个就可以完全固定住了。然后线头呢，我喜欢给它夹在这样的缝隙里，然后抹上一点胶。
等这个胶完全干了之后呢，就可以剪掉了，然后咱们这个成品就算是做完了。最后就是调整一下，看哪些位置不合适，再调整一下。